现在这些花至少15天以上，康乃馨、百合啊、夜兰、栀子叶之类的，有15天以上。好，今天呢，我就用这些简单的花给大家介绍一个另外一种固定花的方法。这是一个你看，类似于水泥的花瓶儿。当时我看中它呢，我是因为感觉它有点工业化的气息，所以呢，当时就想用这个插一些白绿颜色的花，所以当时买的时候是跟它用的。完了呢，因为这种花器它的表面很粗糙，所以说用打嗝法很难把胶带粘上，它粘容易掉，它不行。那怎么办呢？咱们用另外一种方法，叫做铁网法。这种呢，我们叫做鸡绒网，把这种网子剪一块来，完了弄成一个弧形，完了放到这个花瓶里，完了倒上水啊，这是保温剂啊，对过保温剂啊，然后再把花往上插，这样的话呢，您看试一下，这样花它就能相对位上待得住，中间它就会待得住，就不会乱倒了。好，我们来拆一下啊。啊，刚才我没说好，我再介绍一下啊。这个网子呢叫集中网，有两种用法。一般花店呢，比如说用花泥比较小的花泥插比较多的花，它把花泥碎了，所以花泥外包一层集中网。那个集中网的要求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我们这种集中网呢，它是要泡在水里的，所以说你要去采购的时候，你千万记得，你要跟商家说这个是泡在水里的，所以它不能掉色。有一种含铅比较多的，容易掉色的，或者是塑料的也行，你能找到塑料的网格也行，基本上就是这种，跟打嗝法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这个网子的选择是有要求的。如果说用那种，比如说价格很便宜的，完了还比较含铅比较多的，它泡完以后，它的水会变黑，会把那个花白色的花染黑，会有这种情况啊。来，跟你来插啊，先插叶子，叶兰。
现在花插完了啊，大家看一下啊，如果没有这种铁网的支撑，这个角度的花是不可能有的，这个宽它肯定会倒。所以说，这种铁网的方式呢，和打个放差不多，也是就是固定花材相对位置，就是相对固定啊，不能说100%像花泥一样确定那也不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个位置啊。行，大家看一下，我呢反正就是30剩了多少，剩了一些花，我用剩的这些花插这么一个，完了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铁网法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疫情的问题，完了花儿现在市场都没开，所以说也买不着花儿，呃，所以插的可能有点简陋啊，就请大家原谅。好，大家注意身体啊，在这边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以前呢，我们介绍过几种插花的小技巧，一个是花瓶打格法，还有一个是捆扎法。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花泥插花法。其实我本人不太建议家庭插花用花泥，因为花泥呢，它的吸水性没有放在花瓶的吸水性好，尤其是如果插的比较高的话，很容易脱水。所以说呢，我一般不太建议花泥插花法。如果家里用花的话，我更建议花瓶插花法。所以说我一般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是用花瓶插花，而不是用花泥插花。但是呢，花泥插花呢也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而且它的优点是可以很精准的控制每一枝花的位置和角度，这个用花瓶是比较难做到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花泥插一个小花篮，给大家演示一下花泥插花法应该怎么插。好，现在我们来实践一下。先准备块花泥啊，完了拿水泡上，把水吸进去，也带一张塑料纸。在花篮里，然后把多余的塑料纸剪掉。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小菊来插啊。它这花呢有2个要点，第一个是大朵的颜色深的插的比较低，小朵的颜色比较亮的插的比较高，然后是完全以放射的方式插啊，把它剪成一小枝一小枝的啊，大的低一些，小的高一点啊。放射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太阳发出的光芒，它的每一枝花，最后你考虑它是不能有交叉的，最后的根儿，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只根的延长线，它最后是汇聚到一起的，不能是平行的。你看它是往四面放射的。各种颜色的花都可以用啊。
最后还可以做点小装饰啊。你想象着这是一个春天的花园，有蝴蝶在上面飞舞啊。好了，这花插完了啊。这是用花泥插的花啊。花泥插花呢，最大的优点是每一枝花的长短、高低、朝向、角度都可以很精确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放射型的插法，只有用花泥比较容易表现，所以这是花泥最大的优点。当然了，花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吸水性没有花瓶的吸水性好。如果插的比较高的话，那它可能保持时间比较短，而插的比较短的这种，而且如果用比如说雏菊啊、康乃馨啊这类花期比较长的花，可能保持时间稍微长一点，相对长一点，大概有1周左右吧。如果经常浇水的话，啊，所以说呢，我不是太建议家庭插花用花泥插。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花啊，这个花呢是来自于一个古典造型，叫做千朵花，就是说缤纷的色彩，用放射型的插法，完了高低层次全部用小碎花，所以说这个插法有点类似于那个古典造型，叫做千朵花。你看高低它分成一层一层的哈，最低、次高、再高、最高，它用一层一层的花把这个空间填满。所以说呢，只有用花泥可能才能达到这个效果，用花瓶很难做到。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花泥插花法。好，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这个做法国结也叫法式蝴蝶结的做法哈，来大家看一下啊。定180度啊，这样拿着，这样绕过来，这一边圈小一点，然后再这样转180度，最窄的地方用手压住，两边都捋平了，这样弯过来，弯到这的时候，这是第一个花瓣，这个再绕180度，就绕到最细的地方收过来，方便用手指压着它。这个食指跟拇指继续压着它。同样的方法再折过来，这对面第二个花瓣，在这的时候再绕一下180度，这样最窄的地方仍然用食指跟拇指压着。绕过来的时候，稍微往旁边延伸一点。同样的方法，再在这儿绕180度，最窄的地方压着。那么这另外一头就伸到这边来了啊，再这样折一下，同样的方法再绕180度。这是2个花瓣的法式结。如果要做大一点，然后再继续往下面折，折到这儿的时候，再给它折180度，再压住，始终都是拇指跟食指这样压着。这边3个花瓣了啊，这边2个花瓣，继续再折回来。后做的花瓣要比前面的要长一点，这样有层次，好看一些。再做大一点，一边做4个。
再用同样的方法折。好，这边第4个花瓣马上就要成了啊，这样绕过来，食指跟拇指之间压的这几个花瓣都是最窄的地方，这样捏得住。这样我这个法式结基本上做完，下面还需要2个尾巴，可以这样绕过来，多余的这一节我给剪掉啊。还是同样的方法，把这尾巴收一下啊，窄窄的，这样这个地方就压了好几层，然后用一根比较细的丝带给它系住，穿过来，从中间这个花心穿过来啊。为什么要做中间这个花心挡着呢？是因为这个丝带从这边绕过去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花心挡着的话，会比较不难看。我们绕2次，拉紧一点，然后记住啊，系个死扣，这样它不容易散。下面这个地方就给它剪断，斜着剪。那么稍微整理一下啊。各种材质的丝带都可以这样做啊。这样系在花束上面或者系在花瓶口都可以。比方说这个啊。好，无论是花束还是花瓶，可以根据花束和花瓶的大小来调节这个法式结。好，就可以了。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很多朋友问我啊，说这个有人平插的花应该怎么插才好看，为什么插不好？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小技巧，看这个花应该怎么插。其实很简单，让我们来试一下。咱们呢先拿牙签试一下，因为牙签上没有花，所以能看得很清楚，就是每一支的走向。现在我们试一下哈，这是个花泥，你有牙签的话，你也可以回家试一下啊，很简单啊。好，我先差这么多，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做放射，就是花是以放射的方式插。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每一支最后的延长线都会汇聚在一个点上，就每一支的延长线都会汇聚到一个点上，所以它是像太阳的光芒一样放射出来的。每一支，完了我随便插一支，你看一下哈。假如说这里面有一支是这样插的，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别扭？如果这样的话，这两支会不会觉得很别扭？它是有交叉的，就它的交叉点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这两支是不对的。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你可以回家自己用牙签自己试一下。你想象一个每枝花之间每高的地方不能有交叉点，不能有交叉的位置，这个叫做放射。你回去试一下。完了，现在咱们再用鲜花插一下试一下。好，现在我们用花试一下啊。我把这花插的稍微高一点，然后你能看到那个走向。
大概是这样的。你记着，加花的时候要两两之间加啊。好，我看这么多哈，大家看一眼啊，它是一个放射型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大概它的根儿、它的根部基本上是汇聚在一个点上的。当然了，用花瓶插可能不会那么精确，但是总的来讲它是这样的。这叫做放射的插法。其实做花束、插花篮、插花基本上都是会遵循这种插花的方式，这叫放射。当然，我们现在插的只是一个面可以把这个层次做得更多一些，那就是下次再说，这次估计时间来不及了啊。这个花哈，你跟这个跟插的牙签对比一下，花不过上面有个花头而已，它牙签没有花头。但是其实你自己如果有兴趣的话，要练习的话，可以用牙签来练习，这叫做放射。当然了，这个放射必须要配合打嗝的方式来插这个花。如果不打嗝的话，可能这个位置是很难固定的。这个位置呢，可能需要精确的调一下。当然我插的比较着急，比较快，所以也没仔细去调。千万记着，第一，用保鲜剂；第二，要打嗝；第三，瓶口以下的叶子去掉啊，我这叶子没去掉啊，这个叶子去掉。然后以放射的方式插，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想一想，野外的时候你看到那种一丛一丛的灌木啊，那种草，它基本上都是以放射的方式做出来的。这样的话呢，它会看起来比较规整，比较整齐，比较规整，不会很杂乱。所以在每个花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做成一组，每一组都用这种方式插，这样的话组合在一起，可能整体效果就好很多，你就不会感觉无从下手。所以说你在插花的时候，切记用放射的方式去处理每一枝花材就可以了，按一组一组。那这期呢，我们只说放射的方式，时间可能有点紧。那下一次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层次。基本上你把这个层次的问题和放射的方式掌握了，自己家插花是绰绰有余，足够了。那好，那这期就这样吧，谢谢大家。有一些这种各样的花瓶，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花瓶呢，咱们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先说花瓶的形状，分几种哈。第一种呢这是一个直筒型花瓶，就是它的瓶子的高度应该在它瓶口直径的2倍以上，这属于直筒型花瓶。直筒型花瓶适于插什么花呢？比如说剑兰，比如说紫罗兰这种直立型的，就是它是一串花的上去那种，它不会有左右倒的这种情况，所以直筒型它会保持正直，而且或者插单独的花材，比如说一束玫瑰或者说一束康乃馨这种就单独的花材，而且在花店来说呢，这种花瓶是用来陈列的，就陈列用的花瓶，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喇叭口型的花瓶，它其实也应该算是一个直立型的花瓶，
它的高度也在瓶口直径的2倍以上，但是呢，它的瓶口的位置像喇叭口一样，外翻在外边。一般咱们大家家里大多数用的是这种花瓶。这种花瓶的好处呢，它上面有一个角度，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插的花的种类稍微多一些，但是呢，它也很难做到开放。我拿一枝花比一下，你看一下知道吧？这个花瓶怎么插，看花的角度啊。你比如直立型花瓶，它是这个角度，就是它只能插这么大一个圆。每一枝花都是这样，你绕一个圈。当然我这个比较高了我这个花比较高，可以剪短一点。你看，就是你可以把花的直径，这个算一个点，完降高算一个点，就2点之间，它只能插这么大一个口，这么大一个头。所以说瓶子高这么高，你只能插这么多，所以说它只能插单一花材。这样的话呢，显示的好一些，但是很难插的种类比较多。而这种喇叭口型呢，你看它的角度就会更差一点，你看它比那个插的角度就大一些，所以能插的相对大一些。就是说它的花的根儿处在花瓶的这边的边上，这边头靠在这头上，这就是它能插的最大的一个直径。它只能插这么大，它比这会稍微大一些，但是呢，因为它高，所以它也不可能插的特别大。所以这种花瓶呢，也比较适合于插单一花材或者2、3种花材，也不适合用特别多。就是开放性的插法很难。这是第二种花瓶。第3种呢，就比如这种，它的瓶高最多不会高于直径的2倍，就是基本上比较矮。你看它这个角度就可以很大，看花的角度就可以很大。这样的话它可以插的比较大，能插到这么大一束花。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容纳的花材就比较多，种类就比较多，所以就比较容易插一种开放性的插法。所以说花瓶的高度在直径的2倍以下，这种花比较适合插开放型的花。这种花瓶，比如说这种，还有这种，甚至这种，它都可以插开放型的花材。而这2种花瓶，这种和这种是很难的，是第2种花瓶。第3种呢，属于锥形的，或者是圆肚形的花瓶。大家看一下因为它考虑到插花的问题，所以说它这个角度斜的角度会大一些。你看它也可以分的比较大，这样它的头可以插的也会多一些。所以说这种锥形的花瓶，只要不是特别高，也比较适合插这种开放型的花。而大肚花瓶呢，是另一个说法了。这种花瓶你插完以后，你要记住，花冠的位置要和肚子是成比例的，就是肚子大，那你这部分插的也要大。所以说一般大肚花瓶我们一般插朵比较大的花，比如说百合，比如说绣球，就这一类的，就花朵比较大的花，能够把大的空间充满，这样的话它看起来才会平衡，就是下边一个肚，上面一肚，比较平衡。还有一种花瓶呢，就是这种小口花瓶。小口花瓶呢，其实我说它主要展示的不是花，展示的花瓶。它只要一般情况下不超过3支。我们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随便2只叶子哈，记得平口。随便挑2枝花啊。基本上这样就行了。所以说，这种小口的花瓶更多的展示的不是花，是花瓶。一般情况下，插几枝花是花的造型、层次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是属于一个小品类的插花。一般这种小品花插可以放在比如说茶几上啊，或者洗手间啊这种地方，就是几枝花装饰一下就行了。所以这种小口的花瓶，当然还有一种是异形的花瓶，就是说，比如有上面是个圆的，下面是个直的，可能有一些圆度啊这种比较形状比较奇怪的花瓶。这种花瓶呢，我店里还没有，我还真没拿来。它呢就要根据不同的花瓶的样式材质啊，还有外形啊，去选择不同的花去插。刚才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花瓶的形状，看时间呢也快10分钟了，我估计大家看着挺累的。那这一期呢咱们先录到这儿，下一期呢我再跟大家说关于花瓶的材质和一些自带的属性。那行，那这期先这样。说到了花瓶的一些形状，那这一期呢咱们从花瓶的材质本身的材质和一些自带的属性来谈谈花瓶。花瓶分几种，从材质上分哈。玻璃花瓶，玻璃花瓶的好处是什么呢？你随时可以看见这水有多少，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水在哪，水有多少，要不要加水，这是比较简单的。而且玻璃花瓶是一个通用型的样式，基本上所有的场合用玻璃花瓶都没什么问题，高端的也行，低端的也行，自己家里随意都行。所以玻璃花瓶呢是一个通用型的花瓶。第二种材质呢是用瓷的花瓶，它看起来非常细腻，瓷的花瓶，包括那种水晶的啊，但我这是仿水晶，这不是真水晶啊，仿水晶的。这两种花瓶呢，因为它材质很细腻，看上去比较高档，所以说这两种花瓶呢比较适合什么地方呢？适合比如家里非常干净整齐，比较高调那种品质生活吧，就那一类的场合和人家比较适合这种瓷质的和水晶的花瓶。这种花瓶呢，一般情况下插什么花？插那种就看上去比较高档的，材质比较细腻的，就这类的花。你比如说那天我插的朱顶红，还有比如说洋母的，比如说郁金香，比如说百合，就这一类比较细腻的，看上去比较富贵的花，插用白瓷的和水晶的瓶插可能比较合适。这是瓷质的跟水晶的啊。还有一种花瓶呢是陶制的，包括这种，就陶制的，它有的有釉，有的没釉，可能有的就是上次我插那个秋色绣球那个，就是比较粗糙看着那种。这种瓷质呢，釉质的呢，可能个人感觉不一样啊。给我的感觉呢，它比较随意，比较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比如文艺青年，就这一类，就是说，比较轻松，比较随意，有时候可能还有点邋遢，有点懒散，就这种感觉，就是比较轻松自然吧，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这类的花瓶呢，其实对花材的要求是很轻松的，
任何种类、任何形式、任何混搭，基本上都是可以的。你只要根据花瓶的颜色，比如说这个咖啡色的，你比如你这个插个粉色的，可能就不太搭了吧。所以说一般，比如说向日葵啊，比如说蓝刺芹啊，就这类颜色比较重的、颜色比较深的、比较粗糙的，插这个瓶儿可能没什么问题。那这种瓶儿，你比如可以插一些乡村风格的，比如说一些什么蛇木菊啊，什么格桑花啊，就是那种野花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花杂在一起，这个瓶儿都没什么问题。这个瓶儿可能适合插颜色更深一点、更重一点瓶儿的。这个瓶子呢，可能我觉得插出来的花更适合男性。这种瓶儿呢，插出来可能更适合女性一点吧。这个呢是陶制的，家釉或者不加釉的瓶儿。还有一些瓶儿呢，它本身自带属性，比如这两个，我觉得大家一眼能看出来啊，这是纯中国风格的。你比如说什么，当然这个不是了，还有什么景泰蓝的那类的蓝的那种花瓶，就是非常中国风格的。非常中国风格的花瓶呢，那咱们就应该插有中国风格的东西。这不快过年了吗？你比如说这种花瓶，插一些连翘啊，迎春花啊，银杨柳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梅花啊这一类，完了在枝条上稍微再挂两只什么灯笼啊，福袋啊，就这一类的小装饰品，完了呢，浓浓的中国风就出来了。所以说，就是有中国风格的花瓶，你插出来的东西得应该是有中国的样子、中国的风格、有中国的气氛，这样的话呢，跟花瓶加起来搭。那这种花瓶呢，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这个东西呢，有点像欧式的罗马柱，就是说这种花瓶比较适合插欧式风格的花，比如现在有一种美式的自然风格，就是那种一簇一簇的挺大棚的那种，完了包括一些古典的花式，你比如说什么彼得曼雅啊，什么千朵花啊，什么火凤凰啊这一类，就是它呢比较适合于大堆头的花，就是大堆头全是花这种。所以呢，这个瓶子本身是有欧式风格的，所以说你插花也要照着欧式风格这个路子去插，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然后呢，咱们再说这个花瓶啊，我上次用过这个花瓶。你比如这张花瓶，它是什么呢？它自带的性格是什么？它本身是一种看上去做旧的、仿旧的花瓶，看这个面很粗糙这种所以说它自身就有一种怀旧风格。那咱们配的花，理论上来说就应该有怀旧的味道在里边，就是不要找那种颜色特别鲜艳、特别亮的花，颜色比较陈旧的，看上去比较旧的那种花，它这种自然一点，或者这种瓶子插干燥花，就是比如说风干以后的花或者仿真花这一类都是可以的，可能效果也不错。所以说，不同的花瓶应该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样式插不同的花，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花瓶基本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关于花瓶的问题。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现在呢，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摆一些鲜花，用鲜花呢来装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当然了，生活环境里有些鲜花，它呢会
让这个环境更加有生机和活力。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说现在插花太难了，家里插花怎么都插不好，不好看。希望我能教教他们。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用花瓶插花的一个小技巧。其实呢，如果插花的目的是为了放在家里装饰，这个并不难，只要自己喜欢，插的好看就行了。有一小技巧了解就清楚也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我准备了一个花瓶，现在咱们先兑保鲜剂啊。我倒了3瓶矿泉水啊。3袋保鲜剂，加点氧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种花瓶呢，你插花的时候，你把花插到里边，它的位置是固定不了的，它总是往一边倒，所以它插出来没有形儿。所以说呢，插花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能够控制花的相对位置，就想让花放哪儿，它就在哪儿。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啊。今天这种方法呢，我们叫打格法，就把花瓶水放好，完了用纸把这个边上擦干，不要有水分啊。然后用窄胶带往这个上打一个井字格，好，这个格也打好了。打井字格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相对的位置，花的相对位置能够固定。好，现在我们来插花啊。这种玫瑰呢，叫做桃红雪山。我们这个瓶只插一种玫瑰，让它怎么能够分布均匀。看它这样位置可以相对确定了啊。就跟以前咱们说的一样啊，斜剪根，然后瓶口以下的叶子要全部去掉。可以先插3支，你看，就这样固定了大概上面的面，就最高不要超过这个高度。然后在加花的时候，在2个和2个之间加，2支和2支之间加。那什么，
好了，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花是不是感觉就圆润了很多？所以用打嗝的方法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然后呢，它这个花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玫瑰呢，因为我这个瓶里只插了一种花材，就是玫瑰单一花材，所以说你记住瓶口以上的这个绿色的叶子不要去掉，因为这个叶子是起到花跟花瓶的连接。如果这个叶子全部去掉了，那整个就不是特别好看了。所以说花瓶以上的叶子不要去掉，作为填空的空间就可以了。来，大家看一下，这是用花瓶打嗝法插的玫瑰，感觉分布又比较平均，所以这样摆出来就比刚才那种散放着可能效果好很多。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好了，今天这个打嗝法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教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固定的方法，比如说捆扎法，比如说剑山插花法，还有花泥插花法，还有一种挤在一起的方法。反正这些方法咱们以后慢慢的讲。今天呢就讲这么一个打嗝法，希望对大家有个帮助。然后呢，下一期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要买花，买3种或者4种、几种以上的花，怎么挑选、怎么搭配比较好。下期呢，我们讲怎么挑花。这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这是一根绳子啊，丝带，先给它这样系上。系上以后呢，我是习惯了这边在下头，右边在上头，把下面的这根翅膀这样折着，看到没？这样折着，这样捏着啊，然后把右边上面这根这样从上边绕到这儿，绕到这儿的时候啊，看这不是有一个洞吗？这样穿过来，用这个那个中指和无名指给它掐着，这样一拉，长短可以自己调，这不就好了吗？如果你的方向和我相反啊，左边这根在上面，右边这根在下边的话，倒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把下边这一根这样轻轻的用食指跟拇指这样折起来，折一半到这儿啊。然后左边这一根从上面这样绕过来，哎，绕到这儿的时候啊，绕到这儿的时候，然后这一根啊，你看啊，这不是这样绕过来了吗？绕过来以后呢，这一根就从你看这是不是有个洞吗？就从这块儿，这块有个洞，从这块儿绕过去啊，穿到上面，穿到上面的时候，同时用食指跟拇指捏住拉过去的那一根，然后这边一根也别让它散了啊，同时这样往各自的方向拉，哎就可以了。这样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啊，这样也是对的，也是可以的。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啊，好了，你会了吗？好，就这样，谢谢大家。